但 Slam 这个建议大家多搞 learning。我将从以下2个方面来陈述我的观点。其一就是我觉得具身智能时代所需要的技术仍然需要以 SLAM 作为基础。其二是现在在某些任务中最先进的系统仍然是分模块的使用 SLAM 的系统，而不是端到端的系统。在第一点方面，我们大家熟悉的就是我们在做移动机器人导航的时候，我们有一种方法叫 trajectory optimization， 就是轨迹优化。轨迹优化是一种通过开环以及闭环控制结合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在轨迹规划之后，我们需要用一个 low level 的 controller 来跟踪这条轨迹。那么跟踪这条轨迹的时候，我们就需要 SLAM 技术提供的状态估计。除了这个导航中需要用到这个 state estimation 以外，我们所说的很多端到端的方法，其实也需要用到 SLAM 提出的 state estimation。最典型的就是 diffusion policy。diffusion policy 中，它的结论是 position based 的方法效果好于 velocity based 的方法。那么 position based 的方法，它的 position 是怎么来的呢？也是通过 SLAM 来的。那么尤其是在它收集数据的时候，比如说像 Universal Manipulation Interface 这样的收集数据的工具，我们需要它在甲爪末端装了一个MU 系统，然后用来做 ORB SLAM 3，然后让这个系统能够获得机器人甲爪的6D pose。第二个方面就是我觉得最正式的关于是不是要用 SLAM 来做 navigation 这个任务的一个陈述，在2022年 Manta 和 UCB 合作的一篇文章叫 Navigating to Objects in Real World。这篇文章中他提出的观点就是模块化的方法，当然它也包括这些模块化，每个模块也是 learning 的，但它大于强化学习或者模仿学习所形成的 end-to-end 的 learning 的方法。它的理由就是很多时候我们需要一个结构化的地图和一些结构化的感知来代替对高维信息的一个历史输入，然后以及削减simulator 到 real world 的一个 gap。因此我觉得就是这个系统在当时在这2年代表了这个 object navigation 领域的一个最新进展。然后他们既然给出这样的结论，我们觉得要相信这样权威的期刊，权威的工作。好，我的陈述到这里，谢谢大家。好，谢谢正方一辩发言啊。那后面的选手呢，可以不用自报身份啊，这个不是强制性的。然后作为正方一辩的导师呢，我来补充一句，他其实在研究端到端，但他说的是他支持 SLAM 写单制度，请大家相信这个他是从客观事实出发的啊。那我们请反方一辩发言。好，首先我要说一下，我觉得 SLAM 这个，所以我今天戴面具，大家也就不认识我了。对，然后首先我要反对一下正方观点，刚刚说的要相信权威。这个搞研究，如果相信权威，那不用搞研究了，是吧？所以说这个我们不能迷信，我们要看一看这个为什么我说 SLAM， 对吧？因为现在首先 SLAM 它是一个已经非常成熟的技术，你可以买一个1000块钱扫地器，上面都有 SLAM 技术。首先我们作为一个青年科研者，你如果现在还去搞 SLAM， 那这个时候你想发文章，想发过某几个组，还是挺困难的。这个是首先从个人利益的话来说吧。其次呢，我们再说技术本身，对吧？我们回到一个最简单的一个话题，人有 SLAM 吗？你能建图吗？你能做定位吗？你今天走出了中山大学的校门，你还知道你自己在哪了？不行，对吧？这个是自然界一个很基础的东西。为什么我们有 SLAM 呢？因为我们一开始在做机器人navigation 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用一个物理的方法去理解这个世界。我们通过了光学的原理，然后去把光学逆向出来，变成了世界的一个建模。但这个建模实际上是一个计算机机器，是一个工程上的一个数据精确建模的一个思路。但是我们真正的回到生物本身，生物并不知道自己在哪，生物也不知道自己的环境的地图的每个网格的每一个信息，它不需要知道，我只需要有一个印象，我这边是一条我认识的路，对吧？或者说我只需要有一个比较大概的一个路径就行了。所以说咱们从 SLAM 从这个角度上出发的话， SLAM 在生物上面来说它不是必须的。其次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工程实践啊，比如说这个现在很多车在搞端对端，当然大家知道这个端对端可能不是很完全啊，但事实上也是有这么一个事情的存在，对吧？为什么能做呢？因为车的一个特点就是说，你在开车的时候，你真的知道自己在哪吗？对吧？你今天开北环大道，你只看到前面有车，后面有车，左边有车，右边有车，你需要知道你在北环大道第5公里吗？你根本就不需要，对吧？所以说，当走到端对端技术以后呢，我们更关注的是以机器人为中心的周围环境
和自身的这么一个环境的一个地图和一个反应。我们做导航也是说，在一个局部定位进行导航。为什么要做全局呢？对吧？说 SLAM 呢，我觉得这个东西，这个在过去是非常好的技术，但是当然以后我们要走多元端、走 Loading Base 的时候呢，我们会逐渐替换。因为我们 SLAM 始终是隔了一层，对吧？我们以前是从摄像头信息到精确的数学建模，包括 adjustment 最后再去做到这个精确的商业反应方面。那未来呢，我们更希望的是什么呢？是图像输入直接给输出。这个东西一方面是它贴近生物本能，一方面来说它可以获得更多有效的信息。你不需要去甄别这个是移动物体，那个是非移动物体。这个是杂多，那个不是杂多。你要做的事情就是说把所有信息给你，对吧？但是刚刚这方面有说，我们肯定要分模块，分模块该不该分？该分，对吧？生物也是分模块，但分模块不代表 SLAM 呀。为什么一个一定要一遍注意时间啊，注意时间。所以说，我觉得 SLAM 这个建议大家多搞 Loading 啊，这是我的观点。好，反方一辩是研究 SLAM 的青年学者，他在 SLAM 上发了2篇 TRO， 现在作为 SLAM。那接下来呢，我们的第一个环节呢，这个自由开场陈述呢就到此为止。那我们接下来进入自由发言环节，我们可以针对双方的任何观点进行针对性的辩驳，也可以抛出新的论点，还是由正方先开始啊。发言的时候请站起来说啊。我简单反驳一下对方一辩的一个观点，就是对方一辩说生物是没有 SLAM 的，实际上在有一些低等生物，比如说蜜蜂是有 SLAM 是有局部的 autometry 的，它是会通过不管是花香还是怎么样，会有很多 landmark， 然后去做一个 SLAM， 做一个类似于比较不精准的一个 SLAM 的过程。还有我觉得就是说SLAM 我们可以当它是一个工具啊。如果说当我的认定系统真的很强的时候，我完全可以把 SLAM 处理过的信息和原始信息全部都输入给它，这样既没有信息损失，也没有也能够用 SLAM 的信息。那么如果它能够直接学会原始信息中获得信息，那么它应该学会怎么去选择这两个信息。好，我的陈述。好，感谢正方一辩的反驳咨询。然后我首先表明态度。刚刚说正方一辩说蜜蜂这种动物，那蜜蜂确实是种低级动物。那在具身智能时代，智能那代表了我们是高级的生物。但如果只是单纯的从什么 landmark 呀这些简单的角度，那根本不需要 SLAM 技术了，那直接看一些什么东西，说实话，很多以前的技术都能解决了。但是在具身智能时代，我们所处环境是更加复杂的。然后，像端到端技术，它能够处理更多的这个数据，然后并且直接输出我们想要的结果，它是更符合我们现在需要的，而不是像蜜蜂这种只需要这种简单的 landmark 的。我简单反驳一下仿生学的观点。如果做机器人全部仿生学，那我们人类也不需要研发汽车了。汽车应该像马一样有4个腿，而不是4个轮子。所以仿生学这个方向本身只是一个分支，另外一个分支是我们做机器人得让它变得更有效、更有效。所以仿生学不一定是出路。第二个反驳就是全局位资，就是全局位资可以不知道，但你在一个局部环境里面，人在导航的过程中，你是比如说你快靠近墙的时候，你是知道你离墙是有多远的。这种 local 的 estimation SLAM 反而是很有用。然后第三个观点就是 SLAM 不一定能提供这种位资 estimation 或者速度，它可以提供 mapping， 这个反而是 SLAM 相对于传统的 speed estimation 更有效的一种方式。所以它提供一种局部的 local mapping， 就是对机器人导航或者是manipulation 是很有作用的，它能保证局部的 mapping 的 consistent。OK。刚才提到这个 SLAM 在低等生物和各种具身智能时代，那么因为 SLAM 技术是一个非常完善、成熟的一项技术，那么实际上在现在是具身智能时代，那么在它毕竟面向它减少中间的环节，然后以及现在对于速度、精度、准度各方面要求更高，对于环境的要求，那么也就是说
现在各大厂商也都在布局这个端到端技术，那么这毕竟是一个新兴的方向。SLAM 技术它作为传统的一项技术，它对于未来的话，它只能说作为一个小部分的支撑作用。那么端到端的技术，目前为止已经是全球的各大厂商已经全面布局。所以说，在具身智能时代，未来那么应该是不管是低端的这种仿生学，还是对于智能的各种智能体，它一定是通过端到端的技术来去发展。好，谢谢。那对于反方提出呢，SLAM 技术可能在未来适应不了高端的智能的需求，那正方辩友对此有什么看法？没关系，不一定要回答我的问题，自由发言。好 ，OK， 我继续聊一下这个刚才一辩提到的这个仿生的问题，就是我觉得可能仿生的这些技术会在这个一些安全机制上可能会缺少一个安全的兜底，就是比如我们看到了一些自动驾驶的测试中间一些事故。可能一些我们觉得很离谱的一些事故，明明那里有一些障碍物，然后它可能端到端的一些预测可能会直接让这个汽车给撞上去，然后这样的事故可能如果是用这种端到端的方式，可能是比较难去debug， 然后另外就是我们可能很难解释它为什么会出错，它缺乏一个安全机制的一个兜底。但是在这个传统的 SLAM 中间，可能我们是有一些各种 correspondence， 然后有各种各样的组合校验。这方面其实是有一个比较好的流程，去让我们比较快速的去找到这个问题所在，然后去解决它。这是我的观点，谢谢。我觉得这个你刚才不是戴面具吗？忘记戴面具啊，没有这个，现在不用戴面具了。刚刚说的话不是我说的，对，现在是我说话了。这个正方三辩说的这个仿生，首先我们为什么要做仿生？其实主持人提醒我们，这一场讨论的 SLAM 不是讨论仿生啊。双方辩手注意这个，不要偏题。我们做仿生并不是因为仿生是对的，而是因为仿生给我们提供了参照。我们在构建智能机器人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思路，是从自然环境中来，从我们接到中意之间来，对吧？所以我刚刚提到仿生，但仿生不代表一个唯一的一个出路。其次呢，关于刚刚这个正方辩手有提到说人能看到墙的距离是吧？那么我们看到墙距离，它是一个完整的 mapping 吗？它不是，它只是一个临时的或者未来过去几个时刻的感知，对吧？它只是一个，你可以说我现在有一个深度图，我把它拿transformer给它干几根连接块，这个东西它是 mapping 吗？它肯定不是 mapping， 但是现在已经很多实验验证它是能够完成一定的避障行为的，对吧？那这个东西继续挖下去的话，是不是 mapping 和定位这个东西就并不需要被显示的表达出来呢？当它已经没有显示的定位和没有显示的地图的时候，它还叫 SLAM 吗？你说 NURF 能不能算 SLAM？ 还能算，因为我们真的能从 NURF 里面提出来地图。但未来你说都大语言模型了，你把它地图想提出来是很困难，所以说还能算吗？对吧？所以说这个问题是希望正方辩手能好好能够做出回答啊。然后其次是正方辩手刚刚提到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关于不好意思，我忘了，我记性不太好啊。其次呢就是说。其次呢，就是说，在这个具身智能时代呢，我们做很多技术的时候呢 ，SLAM 技术主要是就是说我们过去有 SLAM 技术是为什么？就我刚刚提到，它是一个几何，所以我们是通过物理原理来出发的，是基于规则的东西。我们手写的相机模型，我们手写的概率模型，做出了高斯假设。然后写出了因子图，做了最小优化，然后说，哎，这个东西它是最优还不是最优的，对吧？但是现在的我们的科研趋势已经变成了一个什么呢？就是数据驱动了。数据驱动其实我认为一般来说有两个原因啊，一个原因就是说，你说很多 corner case， 你的人的规则考虑，像他正方辩说的很多。那个 learning 方法搞不到 corner case， 其实人也是考虑不到的。你写10万个 if else， 总是有第11万个 if else， 对吧？那么像今天早上石凡教授讲的非常好，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对抗的方法去把这些这个corner case 找出来。那其次呢，就是说，如果我们只要有足够多的数据、足够多的覆盖，是不是就可以替代人？我在这块想这个相机模型是什么样子，我在这块想这个线性振动是什么样子，这么的一个效果。对吧？这是数据支撑的第一个意义。第二个意义就是说这个搞 SLAM， 你要学理群底代数，要学最小的优化，对吧？这个学这个东西太多了，对吧？你搞 learning 的话，其实这个门槛也低。我相信在座的同学肯定有这个共鸣，是吧？
这个搞传统的优化，哇，我先学好10天这个 SDP。这个我打断一下，因为最后我们的结果要通过观众投票的，所以你不能引导观众发动舆论啊，就针对病棋来跟正方讨论，你不要对。就是说，为什么呢？我这么说呢，就是大家可以看到，从过去到现在，技术的发展趋势是越来越简单的。就过去我们要盖一栋大楼，我们需要几百个制图员去算每一个地方的力量，每个地方的力学。我们造一个飞机需要拿键盘，拿那个什么算盘去算。但现在你做一个飞机的仿真，哇，我 CAD 里边，对吧？我那个 AutoSense 一拖，我就出来，对 ，Flowos 我一拖 CAD 就出来了。这是技术的一个发展趋势。就任何非常精细的、非常很多手工活、手艺活的东西正在被替代，整个学科都是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在我们这些领域也是有一个就从难到简单的过程。我不是说难是对或简单是对的，而是说我们会看到很多领域都是这么一个发展过程。过去只有很多很精细、很多的操作，对吧？很复杂的，就是尤其是咱们搞运动控制的，你说过去造导弹，他们是要拿这个。3极管去搭一个电路做预放的啊，这导弹才能控制出来，飞出来效果肯定是不如现在你拿个 ST-12飞出来效果好，对吧？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技术发展的一个趋势，活都老黄干嘛，对吧？我们就只要炼丹就行了，对吧？这是以后的一个趋势，这是我的观点。再来请正方辩手，气势不要被压下去了。我觉得不用以气势上取胜，就我们从理论，就是从道理上取胜。就是我觉得就是说。我其实是赞同技术的发展趋势是一个越来越简单的过程，以及 data driver 的方法可以让整个技术的发展变得更简单。但是实际上我们用的 SLAM 技术已经是我们发展了这么多年，那我们有个这么好的东西，如果把它用上去，能让这个发展过程更简单，为什么不用呢？因为我觉得我觉得就是说。learning 的方法不一定是纯 learning， 它也可以带有些 structure。就像我刚才说的，我可以把原始信息和 SLAM 做的结果都输给网络。但它如果足够聪明，它应该自动会去选择这些结果，然后来做出它的输出。所以说，我认为真要用纯的这种方法来代替这种东西，它不一定是一个简单的趋势。所以我认为刚才对方一辩所说的这种方法，它不一定代表真正的简单。真正的简单应该是把过去的东西和把过去已有的东西使用好，以及把现在没有克服的东西用更简单的方法去解决。这是我的观点，谢谢。感谢正方一辩。然后，首先我确实要肯定 SLAM 技术确实现在发展很好，各种的精度也确实已经达到非常，甚至在商用的水平上也能经常得到使用。然后在具身时代呢，那 SLAM 技术可以成为具身时代的一个垫脚石。那为什么呢？因为它在数据收集等各种方面，那确实做得非常好。那这个非常好的数据，那刚好可以给具身时代的这些网络拿来训练啊。我承认 SLAM 它确实是在发展中有作用，但是之后在纯具身智能时代，可能这些技术不太需要。我们一个可能1000人的公司，我们只需要一个 SLAM 的操作员或者是技术人员给我提供一些 corner case 的数据，那就好了。所以具身智能时代 SLAM 技术，基本上没有什么作用。就一句话的反应，就是说这个题目是具身智能时代 SLAM 是否仍有用武之地？那刚才对方辩友已经说了，它仍有用武之地。这个我问你啊，弓箭有没有用武之地？我现在可能还中国去射个箭呢，你说弓箭能打仗吗？对吧？这个我是反驳这个事情啊，这个有点脱离辩题，但我只是反驳这一句话。好，这个有点不能这么套，但是我想说一下，就是SLAM 它其实我们在做端到端的过程中，有一项是怎么构建这个 loss function。当你构建 SLAM 的时候，你在构建 SLAM 你构建残差，其实它们有时候是一回事，只不过端到端它把神经网络把这个反向梯度把传统的 optimizer 给替代掉了，所以 SLAM 它只是套了个壳，其实它的灵魂还在。第二个我想反驳的是，就是精度问题。刚才第一遍反方一辩说，就是精度只是显示的表达，也不需要精准。但是你下游的 planning 跟 control， 它还是需要精准的位置的。比如说你抓一瓶水，你还是需要知道你的手在哪里，你相对于水的这个水杯的这个位置还是需要啊。所以 local estimation 这一项还是需要，所以你需要为 learning planning 跟 control 来服务。来，大家看啊，我现在是闭着眼睛抓这瓶水啊，能不能抓？
能抓对吧？我只要扫一眼，我有很精准的反馈吗？其实没有，对吧？都是基于这个我的神经网络内化出来的这个类比信息来决定的，我并不需要说，哎，我非要去看它，可能有点抓不到，是吧？但是这个完全不看也是不行的，所以说我们只需要有1-2个 shot 的反馈，我需要知道它的加速度、角速度，还有它的这个旋转中对吗？我并不需要，对吧？所以在 SLAM 时代，我们就在 SLAM 过去，我们是要。比如说，我们要进行一个柔性抓取，我们知道这个物体还需要知道这个物体的本身的弹性，对吧？我们再进行一个机械并行抓取，做一个 MPC 的解算。那现在呢，我们只要让它抓10000次，对吧？有足够的数据集，可以拿 SLAM 做个垫脚石，对吧？有这个数据集做好以后，我就可以去学会了。我不需要知道它准确的位置在哪，对吧？然后。那刚刚一方辩手也说了，哎，很多 loss function SLAM 的一些这个，比如说帮助 adjust 变成这个新的 loss function，但这个时候它已经没有显示表达了。我的观点仍然还是我们讲SLAM 是什么 simultaneous localization and mapping， 你首先要有显示的定位，其次你要有显示的这个 mapping， 对吧？你没有这2个东西，它很难说它是 SLAM。你不能说我这个就我在走步，对吧？我记了个地图，这也叫 SLAM， 这不叫 SLAM， 对吧？我们要回到这个 SLAM 问题的这个事情上来说，对吧？当然可能是说一些 SLAM 的 heuristic 会被 end-to-end 的方法去继承，对吧？就是说，比如说我 end-to-end 里边我加了一个说我要有这么一个定位信息在，这个是很正常的，但这个东西并不能算 SLAM 的一部分，因为它不是显示的给出了我的定位，它也是为这个 mapping 来服务的，然后它是一个全面的替代和升级。对吧？这个是我的一个观点，就是反驳2个观点啊。说就是如果我认为的话，就是说我们的局部信息感知无需依赖于精准建模。其次呢，就是说我们的导航全局导航也无需依赖于精准的定位和建模，只靠这个环境信息，就是只靠我观察到连续帧环境信息和我的一些类比知识就可以做到，对吧？这个是我们来自于一个人很自然的东西，在天气方面，我也看到很多文章，是有这方面的验证。对，好，因为时间有限，我们下面就最后两轮自由发言，之后就进入总监证词。那正方先开始，我们还是现在还可以自由发言。OK， 我们今天这个题目是SLAM 在计算智能时代是否还有用？然后其实我们这一方的观点，更倾向于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可能是把 SLAM 原有的前端套了个壳，换成了这些神经网络的方法。所以其实我们并不排斥用这些计算智能或者神经网络的方法，但是 SLAM 仍然是有用的，这是我们的观点。然后我们可以稍微换个角度，可以再聊一下这个像一些点云配准这个任务，比如我们现在有很多这种比较 SOTA 的基于 learning 的点云配准的方法，就比如像这个 GeoTransformer 这样的，它前面的网络其实学习的还是一个数据关联的过程，它做一个 hierarchical 的一个隐式的 embedding， 然后去分层的去学习它这个数据关联的一个结果，然后最后还是通过像 SVD 这样的方法求解出一个位置。我们的网络我直接去端的去求解一个相对位置 RT 这样的。其实有的方法现在就这种方法其实还是没办法跟这种有几个约束方法对比，就还是比不过像 SOTA 的这种 GeoTransformer 这样的一个方法。所以刚才这个对方一辩还提到这个完全不需要显示表达，那就比如在这个点云配准里面，虽然我们是确实有隐式表达，但是隐式表达只是学了一个这个数据关联，最后求解未知的时候，其实还是用了它显示的一个 correspondence。所以对，就是在强调我们的观点，我们仍然认为SLAM 在这个时代还是 SLAM 技术还是有用然后网络是可以跟 SLAM 结合在一起去用谢谢。对方上辩的观点就是刚才以这个题目具身智能时代，他也提到了这个 SLAM 技术是确实是有用武之地的，但是在具身智能时代，具身也就是一个它要求是智能体加环境。那么刚才也提到了这个在 SLAM 技术根据这个环境，因为现在这个环境的变化也是有些特殊极端的一些环境是怎么样，是吧？刚才对方的一辩呢也提了这个，刚才也谈到了这个数据的观点，数据。那么这现在更多大量的数据和多元异构的数据，所以说，那么在这么一个时代下，那个 SLAM 技术，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端对端的应该是应运而生。所以说 SLAM 技术对一辩这个正方的观点，也就是只是在仍然和刚才我们的一辩也就提到了，它只是一个弓箭的一个观点。所以说，在如今这个大模型的时代，它应该是吧？就是说我们是端对端更加具有这种能够代替性和那个用武之地。谢谢大家。好，那我们就总结陈词环节啊。那我们
还是从正方开始我们有3分钟的时间进行一个总结陈述对，谁说都可以。所以说我们的总结，我们的论点就是说，Slam 这个东西在矩阵智能时代仍然是有用武之地的。那我们的主要观点就是，其一是 Slam 这个工具仍然对一些端到端的技术具有基础的一些作用，不管是在自动驾驶还是在 manipulation 这样的任务上，它有基础的作用。第二点是神经网络和那个 geometry perception 这个东西是可以结合的。embedding 是一种隐式的表示，但是我们仍然需要一些物理规律，比如说 correspondence 来做一些就这些精细的一些算法，然后这些算法现在还没有办法被替代。第三个观点是，就是我觉得第三个观点是，我们做机器人并不是要去模仿人，然后我们用 Slam 也许可以达到超越人类的水平。我们虽然说人在运动的时候不去算数学，但是我们如果通过算数学能做得比人更好，我们为什么不去算数学？好，谢谢。非常感谢正方观点啊！总结陈词现在不是辩论3分钟总结陈词这个我不知道大家看过《三体》里面没有啊？里面有一句话，我觉得说的很好啊，就是成吉思汗的步兵进攻速度跟希特勒坦克差不多，但是成吉思汗的步兵是打不过希特勒坦克的。那么 Slam 很多东西做得非常好，但它已经是旧时代的余响了。对吧？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一个新时代。那么刚刚对方提到了很多这个我们要做数据关联，我们要做这个数据支撑。那这个东西我们不需要数据关联，我们也不需要点云配准，对吧？这是一个新时代。新时代的话呢，我们就面对的是数据，从数据到数据，从这个任务本身出发，从这个泛化场景出发，通过预训练的方法，把更多的内联知识嵌入到我们的神经网络或者说其他的能力方法里面去。这个过程中，我们并不需要人去定义的一个又一个的规则。我们看到的世界是我们用人的方法去理解这样的世界，但是这个世界和真正的物理模型也是我们给出的，比如说牛顿光学是我们给出的一些规则，但是我们在做一个生物体，在做一个智能体的时候，它不需要这些人定义的规则，人定义的物理规则。你的老祖宗不需要学会牛顿定律，也能拿弓箭杀人，对吧？这个也能拿弓箭去猎杀动物，让我们能活下来，对吧？所以我觉得呢，在这么一个时代呢，就是说，我们有了这样的这种新方案以后，我们应该更强调的是说，通过数据让机器自然而然的学会这样的各种各样的能力和知识，然后避免出人类的规则。就是机器本身，我们要回到这个东西本身，就是说人是怎么去认知这个世界的过程，其实是基于数据的积累和自然选择的一个淘汰。这是我方的一个观点。所以我觉得 Slam 的显示表示是旧时代的非常好的一些余响，但是呢，在这个数据驱动的时代，它也就无法满足我们现在的需求，因为它有太多人类显示定义的规则了。然后把这些显示规则变成一个数据，实际上是个很痛苦的过程，因为你需要做各种各样的数据区分和关联。不如我们从最原始的数据去出发，去建立新时代的这样一个基于数据驱动的一个模型。这也是现在机器人智能在干的事情。其实说白了是这机器人智能，这是数据驱动的机器人技术，对吧？数据驱动的这个自然而然演变出来的机器人技术，就像我们人一样，就是数据驱动这个经验驱动的东西，而不是基于规则驱动的东西。规则是可以机器人自己去学到自己的类比属性去学到，它可以去学到有这样的 Slam 这样的这个定位有这么一个简单的模糊的认知。那它并不需要我们显示的去告诉这个机器有一个定知，我也不需要告诉孩子他现在在哪，他就会学会走路，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也就是说，当我们把机器人当做一个 AI 智能体的时候来看待的时候，我们应该是强调它本身也是有这么一个学习的过程。所以我的观点就是说 ，Slam 作为一个旧时代的东西，它可以提供很好的数据，也是我方的观点。但是在新时代，它已经无法满足这个规则驱动的这么一个需求了。好了，这是我方观点。数据的潜力是无穷的。虽然说现在的各种各样的方法和系统还是证明了分模块的方法在一些比较复杂的综合的一些任务，比如说导航到一个物体，去给它一张图片去导航到一个物体这种问题上效果比较好。但是这不代表最终这个方法会是一个主宰这个任务的一个方法，因为数据它实际上就是我们知道神经网络它是一个就是万能的拟合器，它其实实际上是有可能能学得更好，也许在未来有更合理的这个训练的一个 receipt 或者是更合理的 dataset 的一个组成，它确实是有可能做到一个更好的效果，能做得比传统模块化的方法好。而且我觉得数据这种数据驱动的方法，端到端的方法，它的一个特别的优势就在于它是可以一直增量式的去提升它的性能。如果你发现哪个地方
它的效果不好，你就可以用类似于 Dagger 这样的算法去给它补充数据，让它在那个 distribution 上学好，然后这样那么相比于你写 if else 或者去设计一些新的算法，那这样的一个方法对人的智力的要求，对这种人的智力还有劳动的要求是比较低的，所以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为什么现在车厂都在坚持端到端，也不是在坚持在推广端到端这样一个方法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主要的原因了。因为其实实际上我本科的时候也做过一些 SLAM 相关的问题，所以我是从一个比较 model base 或者 principle base 的方法转变到使用数据的方法去，就像我最近的工作，其实之前的工作也都是关于就是一些状态估计啊、定位之类的这种传统方法的一些使用。但是后面我发现它的一些局限性，所以说才会去做一些端到端的工作。所以说我对传统这种基于不管是 SLAM 还是怎么样的一些方法，还是总体来说还是比较了解。为什么需要端到端，或者说为什么需要 data driven 这个问题，我是一直会有思考，然后我也会看一些别人的一些观点，然后最后把它不管是写到论文里，还是总结在自己的心里。写论文的时候，我要强调为什么我要用这样一个方法，我得去论证它的合理性，我就要良好的回答这个问题，我就要去让读者信服这个答案，所以说我要去思考怎么去说服别人。你在做论文、做科研的时候，你其实是针对一个具体的问题。我们一般聊的不是说最后一定要端到端，或者最后一定要用分模块的方法，而是说我们针对一个具体的问题，我们要用一个什么样的方法。所以说我在我现在从事的一些问题上，比如说我们无人机一些自主飞行做一些比较极限的动作，然后这种问题上，端到端的方法就有它独特的优势。比如说它在模块之间，分模块的方法会在模块之间有些累积误差，然后原始的传感器输入信息会在下游的模块中会被损失掉，它的信息会被损失掉。但是端到端的方法，如果能够弥补 simulator 到 real world 的一个 gap 的话，那么其实实际上是可以联合的去优化，最后就是它的所有模块都在联合的优化最后这个结果，而不是每个模块在优化自己各自的目标。所以说这样的一个在这样的一种不管这种设计这个方法的模式下，它做一些比较极限困难的任务的时候就会比较好，尤其是对那个测量就对传感器啊或者是感知要求比较精准的一些任务，它的效果就会比较好。我觉得还是比较有意思的，我自己也是第一次参加这种辩论，还感觉还是比较新奇。像反方辩友他们说的一些内容也还是比较有意思的，会去引发一些思考，但是也会重新的让我去思考我的立场是不是正确的。那我感觉就在这种比如说自我纠正或者自我批判或者说自我重新评估的这么一个过程中的话，还是会产生一些变化的，在脑海中。我们实验室就经常会私下里大家也不是说会辩论嘛，会去讨论一些东西。其实我感觉我刚刚在台上的时候也跟在实验室的时候差不多。我们实验室平时就会有那种会很多人围在一个人周围，然后就是会围成一个比如说圆桌会议一样，然后大家在一起讨论一个问题，这种还是比较常见的。这样的讨论其实你能获得什么益处，其实主要还是在这个问题上，你这么一群人之中就是主要是靠其中的一两个人，他们是最懂的，然后来提升大家的一个视野，其实主要是这么一个形式。对，因为没有那么懂的人最后还是会被说服的，大部分我们是平时是一种这样的情况。